陈禁言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日日夜夜守在我身边，只为照顾怀孕了的我。我随口一句想喝鸡汤，他便每天早上5点起床，驾车去距离我家20公里的店铺买鸡汤。长时间的劳累和奔波让他本就单薄的身体更加瘦削，我心疼极了，但他说照顾我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1/1000的嫁给了爱情的幸运儿。直到这一天，我意外发现了他和一个陌生女人的聊天记录。哥哥，明天早上我给你穿女仆装哦。我和陈禁言是青梅竹马，年少时的相知相恋早已让我对他建立了深深的信任和眷恋。他的手机在我这也从来都不是秘密，我清楚地知道他手机里有什么软件，社交软件里有多少个好友。他的女同事打电话给他，只要我在身边，他永远是开免提。所以当秘密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猝不及防，毫无准备。我颤抖着双手，下滑着他和一个叫玲玲的女生的聊天记录，露骨暧昧的对话和各种擦边照片深深刺痛了我的双眼。原来他们在1年前就开始了，原来陈禁言每天早起都是去为了见他，原来买鸡汤只是一个打发我的一个幌子。可是他的微信我翻过无数遍，从没发现过这个玲玲。哦，我知道了，这是他单独为他开的小号，今天忘了切回去。陈禁言洗好澡出来时，手机已经被我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处。我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心中的惊涛骇浪一遍遍拍打着我的每一根神经。1天1次的按摩时间又到喽，我们的大宝小宝准备好没有呀？陈禁言每天都会给我按摩，他说这样能降低我今后的水肿概率，每晚如此，乐此不疲。我像往常一样回答他准备好了，幼稚童趣的对话是我们这么多年的习惯，也是这个习惯让我误以为我们的感情会永不变质。陈禁言娴熟的按摩恰到好处，若是之前我一定会幸福的冒泡，可现在我只觉得这是他想要掩盖血淋淋真相的一个手段。陈禁言的手机响个不停，我知道是那个玲玲发来的催情咒。陈禁言被吵得有些不悦，他刚想开口，可余光看到了手机界面，准备说出口的那句老婆，你替我看看是谁，被他硬生生地咽了下去。男人眉眼中带了一丝慌乱，但稍纵即逝。是谁啊？我问。若是往常，他一定会双手奉上手机给我过目，但现在他正在熟练地掩盖真相。没谁，一个讨厌的推销员，他天天让我办卡，我这就把他删了。陈禁言说着，还把手机递给我看。老婆，你看，就是他，我刚删了他，他又加我，这人真是可怕。好友申请列表中眼熟的头像，顿时让我的心跌入了冰窖。确实有一个人加他，是他的小号。陈禁言做戏做得真的很全面，他甚至还不忘写添加的备注。哥，今天办卡真的便宜，只要88。我笑着回道，这人还真是够敬业的。谁说不是？不过老婆，这种人你遇见了一定要小心点，很容易偏激。陈禁言说的真诚，看我的眼神也是一如既往的深情。他的每一寸肌肤都在告诉我，快看啊，我多么爱你，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替你着想。知道了，我说得很轻松，只是红了眼角。晚上睡觉时，陈禁言如往常一样把我搂在怀里，他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孕肚，柔声地给我和孩子讲睡前故事。讲到一半时，我出声打断他，阿言，我明天不想喝鸡汤了，以后都不想喝鸡汤了。阿言，只要你跟那个女人断了联系，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我也会继续好好爱你，求你别让我输。但这一切终究都只是我的痴心妄想。陈禁言闻言停顿了2秒，然后宠溺道，也是，天天喝鸡汤肯定会喝腻的。不过我看他们家还有猪蹄汤、排骨汤，都做得可香了，我明天买来给你尝尝。一定要去他们家买吗？我们家楼下不是也有吗？他们家的肉都是鲜杀的，吃着新鲜放心。老婆，你现在是特殊时期，需要格外注意。陈禁言的语气坚定，字字句句都透露着对我的关爱。我眼中的光渐渐暗了下去，无力地回了声好。我翻身背对着他，一滴泪悄无声息地滑落。第二天，陈禁言照常凌晨5点起床。若是往常，我一定会睡得天昏地暗，他买完早餐回来我都不一定会醒。但今天我醒得比他还早，准确来说是一夜未眠。我想不明白，我和陈禁言的婚姻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我搞不懂他为什么会出轨。如果不爱，他大可以跟我说，大不了我们一拍两散。可如果爱，又为什么要把我编织在这么大的一个谎言里？我闭着眼睛假寐，静静地感受陈禁言在卫生间里的一系列操作：刮胡子、做发型、
喷发胶，最后还喷了香水。缩在被子里的身体止不住的颤抖，我浑身冰冷，血液凝固，仿佛自己身处冰天雪地之中。原来陈静言为了见那个女人，每天都这么打扮自己，是我太傻，从未看出端倪。陈静言见我睡得不安稳，临走前还给了我一个早安吻来安抚我。他吻我的那一秒，在想什么呢？陈静言出门后，我悄悄地跟在了他身后。我原本还担心这么早出门，我打不到车怎么办？但这个担心明显多余了，因为路程不到1分钟，陈静言要去的地方就在我家楼上。我躲在角落里，看到一个穿着女仆装的年轻女孩为他开了门，而他迫不及待地一把搂过她，和她拥吻在一起。最后，一声重重的关门声彻底击垮了我，我心痛到麻木，心痛到窒息，心痛到我双腿一软，久久站不起身。我翻看着物业群，很快就找到了玲玲。她很漂亮，也很自信，头像就是她本人。而10天前，我甚至还帮过她。当时我出去遛弯回来，刚好遇见了拿完快递准备回家的她。她的快递真的多到离谱，小推车上叠摞的箱子比她都高，东西又多又杂，她没整理好，刚进电梯就撒一地。我出于好心，便顺手帮了她。谢谢你啊，姐姐，都怪我男朋友给我买了这么多东西，还不帮我取。我浅笑着没有应声，当时我只以为这是他幸福甜蜜的吐槽，现在想想，这是他对我赤裸裸的挑衅嘲讽。我认得他那其中几个快递箱子，里面装的不是大牌包包，就是大牌化妆品。若不是我今天亲眼见证了他和陈静言的爱情，我肯定不会相信这些东西会是陈静言买的。因为他说奢侈品是最没用的东西，即使是一个垃圾，但只要挂了这个品牌，也能被卖几万块。所以这么多年，我用的只有一个帆布包和一瓶宝宝霜。陈静言啊，陈静言，到底还有多少谎言在后面等着我？陈静言是3个小时后出来的。之前我曾问他，20公里开车来回不过1个小时，他为什么去一趟会这么久？他给我的回答是，那家店铺太火爆了，需要排很久的队。多么巧妙的回答，让我找不出一点破绽。而实际呢，那一份份鸡汤都来自于我们家楼下的一家熟食店。陈静言回来时，我已经躺回了床上，手脚冰冷。他像往常一样叫我起床，温柔体贴。头发上没有发胶，身上也没有香水味，一切的一切都被他隐藏得刚刚好。眼前白嫩嫩的猪蹄汤让我想起了刚刚玲玲故意露出的大腿，我再也控制不住地跑进卫生间干呕起来，吐着吐着，眼泪就下来了。我再也不用隐藏，任他肆无忌惮地流着。陈静言心疼地拍着我的后背，抬手拭去我的眼泪，他慌乱道：“老婆，你怎么了？是肚子不舒服吗？你别哭了，告诉我好不好？”陈静言最怕我哭了，每次我哭他都如临大敌，他都会放下手中的一切来到我身边。即使我们大学时候相隔2000公里，即使他当晚就要赶回去考试。阿言，我不想吃什么猪蹄汤、排骨汤了，我看着就想吐，我求你别再给我买了。好好好，维维乖，我们再也不吃了。他把我揽在怀里，轻声安抚着我，把我当做他的珍宝。真的吗？你发誓？我充满希冀地看着他。真的，我发誓。我以为我不让陈静言出去买早餐，能慢慢断了他和玲玲之间的联系。但我想错了，一个借口没了，就会再找另一个借口。陈静言这次的借口是，他每天早起习惯了，一到5点他就睡不着，所以他决定出去跑步锻炼身体。他拒绝了我给他的第2次机会，他依然把我当傻子一样哄骗着。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最后一次，就当还了他当时的3次向我表白。这天早上，他照常准备起床去约会，我伸手拦下了他，紧紧搂着他的胳膊不撒手。阿言，今天好不容易放假，你就别出去跑步了。他宠溺地掐了掐我的脸，又在我的脸上亲了亲，而后道：“你不是也想要有个富姐老公吗？我每天出去锻炼身体，你还不开心？”说完，他抽出胳膊，起身穿衣。可是外面下雨了。话音刚落，一阵雷声响彻天际，戏剧性效果在此刻拉满。房间内一时陷入了诡异的寂静中，外面的风雨肆意拍打着窗户，声音格外清晰。男人的面庞陷入黑暗中，看不出他什么情绪，停顿了1-2秒钟后，他重新躺下。好，我今天哪也不去，好好在家陪你。他虽躺回我身边，但我们之间却像隔了一个巨大的隔膜。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把我搂在怀里，他背对着我，摆弄他的手机。心中巨大的苦涩将我吞没，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伸出胳膊，轻轻环住了他。肌肤碰触的那一刻，
他僵住了身体，还给我的不是热情的回应，而是他无可奈何的离开。他说有个客户今天突然到访，公司安排他去接待，他说他今天可能不能回来了。离开前，陈静言还不忘给我做好我今天一天的饭菜，做尽了一个丈夫的职责。他细心体贴，无微不至，但不耽误他撒谎成性，出轨频频。他对我真心付出的背后是血淋淋的虚伪。他失去了我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不知道他要彻底失去我了。但令我没想到的是，他率先失去的竟是我们的孩子。小腹传来突如其来的阵痛，让我毫无准备，鲜红的血像一根根藤蔓攀延在我的大腿上，狰狞可怕。我强忍着腹痛，用尽全力给陈静言打去了电话。1分钟、2分钟，我打了10几个电话，最终都石沉大海。最后我是被救护车送去医院的，医生说再晚送来1分钟，我的子宫就保不住了。至于我流产的原因，至今也没检查出来。我躺在冰冷的病床上，平静地看着天花板。这一刻，陈静言之前的种种神游和缺席，跟他和玲玲的聊天记录，突然在我脑海中全都对上了。我上次过生日，向来准时下班回家的陈静言，唯独在那天晚了1个小时。他说路上堵车，也确实如此，只不过是他专门挑了一个堵车的街道，因为那天刚好是他和玲玲一起的第1个月，他要去那条街道给她买鲜花。大年30，我们正准备要吃饭，他突然要出去买醋。他说新的一年要开一瓶新醋吃饺子，寓意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新开始。他毅然冲到了风雪之中，只为了能在凌晨12点准时和他相拥。还有他吃饭时不经意弯起的嘴角，他洗澡时欢快的歌唱，他问我哪条领带搭哪个衬衫好看，以及在夜晚说爱我的同时会转账给他，让他买避孕套。所有一切在此刻清晰地在我脑海中重映。小腹传来的阵阵绞痛和我此时的心痛相比，不值一提。这时，一阵熟悉的声音传入我耳中：医生，他黄体破裂，真的不需要做手术吗？这个不是会大出血吗？他真的没事吗？男人的声音很急躁，他生怕他出现一点问题，他一定很爱他吧？真的没事，患者出血少量，只需要住院打几个点滴就好了，家属不用过多担心。你看医生都说没事了，你别太小题大做了。女人娇滴滴的声音里是说不出来的甜蜜，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他们的幸福甜蜜。男人推着轮椅带女人进了病房，他还在为今天的鲁莽一遍遍地和她道歉，直到他看到了病床上的我。道歉声戛然而止，陈静言英俊的脸庞上全是慌乱，他步伐凌乱地走到我身边。维维，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他把我从头到尾检查了个遍，最后他看到了桌上的报告单，大出血，流产。陈静言嘴唇发颤，双眼猩红。孩子没了。维维，发生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打电？陈静言似是想起什么，懊恼的神情似恨不得给自己一拳。而我自始至终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和玲玲。陈静言知道顺着我的目光看去，面如死灰。维维，你别多想，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客户。刚刚开车我不小心用力太猛，把他弄受伤了。他到这个时候还在跟我撒谎。他确实开车了，只是此车非彼车。阿言，我刚刚听到你和他的对话了，你说对不起宝贝，你今天穿得太性感了，怪我一时冲动了。霎时间，陈静言的脸惨白的吓人。你是叫玲玲对吧？很高兴认识你。我没想到在戳破谎言，大家坦诚相待这一刻，我居然能如此冷静。玲玲没有逃避，她的脸上甚至没有一丝慌张，她落落大方地向我问候。你好呀，维维姐。维维姐，你别生言哥哥的气，是我不小心把他的手机调成静音了。不是的，维维，你听我解释。陈静言慌乱地想抓我的手，但被我不动声色地躲开了。维维，玲玲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胆，在正主面前，她毫不避讳地上前挽住陈静言的胳膊。言哥哥，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就把话跟维维姐说清楚吧。维维姐，事情就是你看到的这样，我和言哥哥在一起了，而且言哥哥已经答应要娶。玲玲，别再说了。陈静言甩开了玲玲的手，玲玲一个重心不稳，踉跄着欲向后倒去。陈静言眼疾手快地将她揽在怀里，美人受惊，梨花带雨。玲玲怯懦懦地窝在陈静言的怀里，对不起言哥哥，是灵儿太心急了，你别生气。玲玲抱他抱得很紧，陈静言一时之间无法脱身，他向我投来急切的目光。刚刚玲玲故意崴脚的小动作我尽收眼底，我冷冷地看着他们，恶心厌恶，
我不愿再与他们多待一秒，于是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反正该打的点滴已经打完了。维维，你不用在住院观察了吗？你现在就能出院了吗？我没应他，径直走向门口。陈静言连忙挡在门口，拦下了我的去路。他怎么这时候又能推开玲玲了？之前是不能吗？不是，是他不想。他自以为他在外人眼里是陷入了为难的境地，他是被玲玲被逼无奈的，但实际上他的心思早就赤裸裸地摆在我眼前。维维，外面的雨下得很大，我送你回去。我没矫情，同意了，毕竟身体要紧。我走得很快，没给陈静言思考的时间。陈静言为了跟上我，留下了在我们身后的喊叫的玲玲。刚打开车门，副驾驶座位上的一条黑丝和一条蕾丝内裤直冲我眼帘。我厌恶地关上了门，坐到了后座上。陈静言表情难看地将东西扔进了垃圾桶。维维，不是你想的那样。阿言，开车吧，我累了。我打断他的话，我不想再从他嘴里听到一句谎言。他和玲玲之间的事与我再无关系。车内的气压低得无比，不再像之前那般欢声笑语。陈静言时不时地透过车后镜观察我的反应，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为什么我撞破他的奸情后反应会如此平淡。经过小区门口时，那家陈静言经常光顾的熟食店老板被警察带了出来。我沉寂已久的心突然开始疯狂地跳动，我鬼使神差地摇下车窗，我想知道发生那家店了什么。一句轻飘飘的话伴随着风雨传入了我和陈静言的耳朵里。我的天啊，怪不得大家都喜欢吃那家店，原来是那个老板在后院子里养罂粟。罂粟有流产的效果。脑袋嗡的一声，此刻我听不到世间任何声音，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觉得我快要溺死在这个世界里了。我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竟然是间接杀害我们孩子的凶手。陈静言慌忙停下车来安抚我。维维，你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们都说那家鸡汤好喝，所以我才去买的。维维，你别这样吓我，你想哭就哭出来好吗？你别吓我，维维。陈静言声音中带着些哭腔，但我此时已听不进他的任何话，他是杀人凶手的念头疯狂在我脑海中盘旋。他，陈静言一边抽着自己的耳光，一边向我道歉。对不起，维维，我只是看周玲玲可怜，所以才多照顾了她几分。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对不起。可怜，照顾，这就是他出轨的理由吗？好可笑。回家后，我径直走向房间，经过婴儿房的时候停顿了下来。婴儿房是在我刚得知怀孕时，陈静言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布置的。房间以绿色调为主，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但此时，这在我眼里就是一片黑色。我和陈静言在最穷最难熬的时候都挺了过来，为什么偏偏在马上拥抱幸福的时候，他却松手了呢？这个问题，我至今也没想明白。陈静言欲言又止，艰涩开口：维维，我们还会有孩子的。失去的怎么可能回来呢？孩子不会再有了，之前的姜维也不会再有了。阿言，你爱我吗？我当然爱你，维维，我一直都爱你。既然爱，那就多分我点财产吧。我的眼神麻木中带着几分坚定，带着离婚的坚定。维维，你在说什么？你答应我一辈子都不离婚的，你忘了吗？可是你也说过你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维维，我跟他真的没什么，我不告诉你就是不想让你多想。他去年一个人来北漂，身上被骗得身无分文。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差点被人当小姐卖了。维维，如果你在当时在场，你会见死不救吗？陈静言说的大义凛然，他觉得我只是撞到了他和他之间有些暧昧的误会，并没有看到他实际的出轨。他觉得我会像之前一样被他的谎言糊弄过去，但是我手中有他出轨的证据。我把那天在楼道里拍到的10几秒视频拿到他眼前。陈静言，你真当我是傻子吗？陈静言甚至都没有勇气看完视频，他可真不是个男人，敢做不敢当。维维，我只是一时糊涂，你看到我第一次的份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陈静言，出轨从来没有1次，只有0次和无数次。而且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没抓住。他似是想到了什么，瞳孔猛地一缩。维维，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最后一次，我一定会跟他断得干干净净。没有机会了，一个巨大的鸿沟横跨在我们之间，即使和好，可是看到他的那张脸，我就会想起他对我说谎的模样，他和他拥吻的模样，他亲自杀了我们的孩子。陈静言，我还是那句话，爱我就多分点财产。说完，
我径直回了房间，锁上了门。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和陈禁言闹到如今这个地步，曾经鲁莽冲动、一心一意为我的少年，仿佛现在还在我眼前。想到这，我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之前的他真的是对我一心一意吗？那时候的他对我就真的没有谎言吗？我不知道，我也无从考量。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即使是过去的真情也难逃其咎。陈禁言坐在我房间门口，手机响个不停。第一次挂断，第二次挂断，第三次挂断，直到第16次，他终于接了。不用想也知道这是周玲玲打来的电话。陈禁言到底还是去见了他。其实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正的拒绝他吧，毕竟他可是打了整整16次电话呢。有那么多可以明确拒绝他的机会，他不做，他偏偏一次次挂断他的电话，来向我证明他的决心，向他证明他的不义。男人真是既要又要，我曾最信任的陈禁言也没逃得过这个定律。嫁给陈禁言后，我安心当起了全职太太，没有收入，没有自己的社交圈，我的生活都是围绕陈禁言而展开。我并不能像电视剧里的精英女性一样，准备离婚时会干净利落地收拾东西离开，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我去无可去。不过也算不幸中的万幸，出轨的是陈禁言，想离婚的是我，否则我可能连一半的财产都分不到。陈禁言是半夜回来的，他看到了客厅桌子上放着我找律师拟好了的离婚协议书。他刚想敲门，我开门而出。房子37分，存款37分，车子归你，你要是没意见的话就签字吧。维维，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从没有变过心。我对周玲玲只是一时迷了心窍，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求你了。陈禁言，别玷污爱情了，你如果真的爱我，就不会用谎言欺骗我，我们的孩子就不会死。你每天与周玲玲约会的时间都是用我们孩子的生命换来的，你怎么配说你爱我？陈禁言，看在我们从小就认识的份上，给彼此点体面吧。他张了张嘴巴，在与我相对的那一刻，终究是应了声好。他颤颤巍巍拿起笔，歪歪扭扭地签好了他的名字。维维，不管你信不信，住在我心里的人只有你。他说的缓慢又深沉，但这只会让我下意识地认为这又是他给我编织的谎言。这几天你找好房子，我打算尽快帮我这栋房子卖出去。婚姻没有了爱情的加持，最后只剩下金钱和利益。这也算是我给义勇之前的陪他在异乡漂泊的年少时的姜维的最好交代了。房子没卖出去之前，我和陈禁言依旧住在一起。他没有在早上凌晨5点起床，他也没有再出去买早餐。他回到了我们1年前最开始的生活节奏中，7点半起床做早餐，顺带着我的午餐，然后上班下班。他企图通过这种方式让我回心转意，想把我们支离破碎的爱情粘好，但失去就是失去了，我们再也回不到最初的模样。陈禁言的每次示好，我统统视而不见，我的心回到了最初的沉寂中。2个周后，我和陈禁言顺利离婚，房子也顺利卖了出去。维维，有什么事一定要联系我，我会一直在。陈禁言拽住我的行李箱，依依不舍地看着我。阿言，我们没必要再联系了。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当我自己搬进一间独属于我自己的公寓时，我感到无比的恍惚。我真的和陈禁言离婚了吗？他真的从我的生命中彻底移除了吗？这2个问题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突然的离别让我不受控制地模糊了他之前对我的伤害，甚至有时候我会冲动地想去跟他复合，但还是理性战胜了感性。我清楚地知道我和陈禁言再无可能，我留恋的也只是谎言没有揭破前的陈禁言。和陈禁言再次见面是在我们大学同学婚礼上，我们毫无争议地坐在就同一桌。向来干净精致的他变得憔悴颓唐，自落座后他一直盯着我看。我们离婚的消息并没有传出去，所以同学们看到我们时又开始了之前的打趣。陈禁言，你都和姜维在一起这么久了，怎么还这么丁气狂魔？这也不能怪他，都怪维维太美了，生完孩子后更有韵味了。我的心脏猛地漏了半拍。当初我怀孕后，陈禁言兴奋地发了好几条朋友圈，同学朋友都知道这件事。算算时间，如果孩子还在的话，如今已经有2个月了。维维，你快告诉我你是怎么保养的，太羡慕你了。旁边的女同学李珊向我投来殷切的目光。不好意思啊，珊珊，我也帮不了你，因为我没把孩子生下来。原本热闹开心的酒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陈禁言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有眼尖的同学已经看出来我和陈禁言的不对劲，连忙转移话题，活跃气氛。禁言，我听说你们公司特招了一批优秀人才去国外学习，
我觉得你要是申请，一定能去成，这样回来以后，最起码也是总经理级别的了。陈静言一边尬笑着，一边看我的反应。是，有机会我会试试。陈静言去年就在他们公司受邀范围之内，只是他拒绝了。他当时说是为了照顾我，实则是他那个时候刚和周玲玲暧昧上，他舍不得离开她。我默默地喝了口果汁。当我第101次知道陈静言为了周玲玲付出这么多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我甚至觉得他们本来就是一对情侣，一对夫妻，而我只是个路人。婚礼还是一成不变的俗套和浪漫，新人互相交换戒指，互相诉衷肠定终身。当时我和陈静言结婚的时候，他还出了好大一个洋相。从他转过身见到我的那一秒，一直到婚礼散场，他的眼泪就没有断过，发言时更是哭得汹涌。他说他终于娶到了全世界，他一定会好好爱我，呵护我。昔日的事言犹在耳畔，但早已物是人非。爱也从来不是亘古不变的誓言，爱是那一刻那一秒的激情迸发。婚礼全程，我和陈静言没有说过一句话，他有时会给我夹菜，但都被我客气疏离的拒绝了。婚礼结束后，他终究还是没忍住，上前拦下了我。维维，我开车送你吧。我举起手，晃了晃手中的车钥匙。我开车来的。和陈静言在一起后，我去哪里都是他车接车送，看他的时间安排。如今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中，真的很爽。维维，你最近过得好吗？如你所见，我过得还不错。我分到了一笔不小的财产，一半被我用来投资理财，一半当做固定资金，而且我还进了一家工作室工作，生活充实且快乐。那就好，维维，我一直都很。陈静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冲到我们面前，她紧紧挽着陈静言的胳膊，死死盯着我。哦，原来是周玲玲啊！陈静言连忙甩开她的胳膊。维维，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他之间真的没有什么了。陈静言的解释很突兀，很无厘头。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他不需要再向我做任何的解释了。阿言，我们没有关系了，你做什么都是你的自由。我准备离开，周玲玲却不打算放过我。姜维，你都离婚了，能不能老实点？天天出来勾引男人算怎么回事？周玲玲，陈静言呵斥道。但周玲玲不管不顾，依然梗着脖子紧盯着我。我被她气笑了，她一个小三卖淫女哪来的胆子跟我叫嚣？是的，周玲玲就是一个外围小姐。当时她跟陈静言说的种种惨状，不过是她下的圈套，就是为了激发陈静言对她的保护欲，以此来谋财。男人向来喜欢为美丽脆弱的姑娘撑腰，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男子气概，没有男人能经得住这样的考验。我本懒得揭穿周玲玲的谎言，但如今她蹬鼻子上脸，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周玲玲，既然你这么不知好歹，那就让警察叔教你做人吧。警察？警察凭什么抓我？周玲玲，你不会不知道提供色情服务可是犯法的吧？而我手里随便一个证据就能让你进去蹲几年。说起这个，还得感谢我的同事宋林，她老公当年嫖娼被抓，她手里有很多猛料，每天跟我讲不完的讲，猛料其中就有周玲玲。周玲玲游走于各种有钱男人之间，最高一场卖了2万块，后来她想安定下来，就做了个局，遇上了陈静言这个大冤种。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言哥哥，你就这么看着我被别人欺负吗？陈静言神情复杂地看向我。维维，玲玲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她真的家境很贫寒，你一定是误会她了。误不误会的，过了今天再说吧。说完，我就利落地上了车，扬长而去。我把之前收集好的证据全都交给了警察局，周玲玲很快就会为她做事付出代价。5天后，周玲玲被捕，警察查到她的时候，她正好在接客。原来和陈静言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依然在努力赚钱。陈静言要是知道周玲玲一直在欺骗她，她会是什么表情呢？反正我的乳腺是通畅多了。离开陈静言后，我的事业蒸蒸日上。这天老板还问我愿意不愿意去美国进修，仅此一个名额。我想都没想，立马答应了。出国前夜，我和同事聚完餐后回家，远远的小区门口路灯下站着一个落寞身影。陈静言变得更瘦更憔悴了，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见我回来后，他局促地走上前，双手紧张不安地揉搓着衣角。我从没见过这么狼狈的陈静言。喂，有什么事吗？我冷冷开口。我听说你要出国了，特意来看看你。男人双眼湿漉漉的，可怜兮兮地看着我。从前的我最受不得陈静言这个表情了，但我现在只觉得恶心。现在看完了，我走了。维维，
陈静言匆忙喊住我，维维，我知道你可能不会再原谅我了，但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我接受你的道歉，更不会原谅你。陈静言，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我要让你这一生都活在愧疚中，我要让你午夜梦回时想到我们美好的曾经，想到我们逝去的孩子，想到你曾用心呵护的周玲玲。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星星祝您吉祥如意，万事顺心。